穿越到这个世界的人。屋主，出事了！北边的巡逻队在荒原上发现了第2座城，那座城名叫天宫城。人在受事，先修城墙。这是我的位置！放屁！我昨天睡的就是这里。你都快把尾巴伸我脸上了！那是你自己睡觉不老实。谁把我兽皮拿走了？不是拿走，是借用。借用你大爷！第几次了？我的，你的。今天第3次。我突然觉得受潮都没这么难对付。都闭嘴！谁带头闹事儿？站出来！我，还有我，算我一个。好。等着，我去找屋主。谁在大家今晚睡雪地？粮食、木柴、兽皮、药草。喝。等会儿，救你！你干什么？再不吃饭，我怕神城还没饿死人，你先把自己饿死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？跟你学的。我好生气呀！上一集为什么不让我出来？是不是你身边美女太多，把我给忘了？我金额。屋主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是不是火康雾打起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走。为什么吵？我先来的。可我孩子病了。我们巡逻一晚上，回来连个暖和位置都没有。月离，来了。黑羽族严叔，参与城墙建设19天，运石376筐，优先甲级。这都急。赤脚族阿桑，抚养3名幼崽，参与兽皮缝制28天，优先甲级。白狼族乌烈，巡逻12次，优先甲级。狐族牙牙，照顾病人11名，优先甲级。自己做过什么，神城居然全都记着。从今天起，暖位按贡献分配，老人、幼崽、病人先保底，修墙的、运石的、巡夜的、照顾伤病的，按贡献入册。甲等在前，乙等在后，丙等在排。贡献升了，暖位就往前挪；贡献少了，就往后让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赞成。我就是没听懂，这规矩叫什么？文明。文明？对，文明。那文明到底是啥？我看你怎么编。文明就是以前谁拳头硬，谁睡火墙边。哪不一样？现在拳头再硬，也硬不过岳离手里的炭笔。当然，屋主说的也硬。屋主，巴图回来了。活过来了，差点冻死我。商人也怕冷。废话，我又不是你这种披着熊皮的怪物。屋主，出事了。你每次来都出事儿。王庭那边开始逃人了，多少？第一批800，后面还有。他们说宁愿来鹿鸣城挖粪坑，也不想回去当祭品。神城真正的考验来了。以前的问题是怎么活，接下来是怎么让更多人一起活。
脸上给的什么情报？昨天是800，今天他们路上又减了200。流民还能越走越多？会，而且越来越多，跟下刺儿似的。屋主，出问题了。粮仓。对，按原计划，粮仓还能撑42天，可要是再多1000张嘴，就只剩28天。再来1000人，19天。别算了，我开始饿了。你闭嘴！你一个人顶别人4个人饭量。我长这么大也不是我的错。确实，你小时候就跟小野猪似的。许叔叔，进来。给你。为什么给我？娘说你最近都没好好吃饭，我分你一半。完了，我被感动到了，我眼睛进沙子了。这是冬天，哪儿来的沙子？谢谢。许叔叔，为什么外面那么多人呀？因为他们也没有家了吗？我娘以前说，荒原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，为了一口清水，几个部落能打到天黑；为了一块肉干，有人能打到手都抬不起来。可是后来，许叔叔来了，他让抢水的人去挖水沟，让抢火的人去修火炕，让抢粮的人把名字记在目册上。娘说，这世上最难的不是点一堆火，是有人愿意把火分出去一点。许叔叔，门外那些人也能分到一点火吗？会的，因为现在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。名字？山崖。会什么？打猎。下一位。名字？老木头。会什么？修房子、挖沟、搭桥、看水，还会种地。真的假的？嘿呀，你小子还活着！屋主，出事了！发现一座城。什么城？和我们一样的城。这里，距离神城7天路程。以前是一片废弃石谷，现在有城墙，有农田，还有人巡逻。不可能，荒原除了神城，没人会种地。我亲眼看见的。多少人？至少5000。5000人，放在以前已经是大型部落了。会不会也是哪个巫突然开窍了？你能开窍是拉屎吗？说开就开。你说话能不能文明一点？你先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，再聊文明。那地方是不是叫石谷城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呀。你知道哪里？知道一点儿。年轻时候路过，后来荒废了。再后来听说有人进去过，不过都没出来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们也没问啊。我觉得该派人去看看。我觉得不该。万一是陷阱呢？万一是朋友呢？荒原还有朋友？你这话说的太伤感情了。我跟你有感情吗？有啊，欠我3块肉干还没还呢。突然发现，人多了之后，开会真的比打手抄还累。喝。怎么不是肉汤了？月离说你最近胖了。我没说，现在说了。如今那里已经不再是荒地，虽然还没到播种期，但已经能看出规模。你在担心那座城？有一点。如果他们是敌人呢？那就想办法解决。如果是朋友呢？
那可能比敌人更重要。如果这世界还有第二个懂建设、懂秩序的人，那意义远远超过打100场仗。老木头呢？刚刚还在，又跑了。在那边。他在干什么？这里低了点儿，那边高了点儿。水顺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，一个快饿死的老头儿。这个老头绝对不是普通人。屋主，查到了那座城的名字，叫什么？天宫城。天宫城，确定？确定。我前进去过。天宫城。你到底是谁？流民，会点手艺。会点手艺？你昨天改了我3条排水沟，今天修好了塌掉的蓄水池，刚刚还把熊狸设计的厕所给救回来了。什么叫我设计的厕所？那是意外。你把男厕和女厕修反了，那不是长得一样吗？这小子有前途。你骂谁呢？聊聊。聊什么？排水沟、蓄水池、厕所。能不能别提厕所？你果然懂。年轻人太聪明不好。你见过这些东西？见过。在哪里？天宫城。人就是这样写。陆宁姐姐，为什么要学字呀？因为以后你们不用只会打猎，也不用只会逃荒，你们可以记住很多东西，把它们留给下一代。那以后是不是就没人忘记我娘了？对，不会忘。这老头最近混得比我还像自己人，而且吃的比你少。这句话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说说吧，天宫城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他们一定拥有和我们类似的技术，而且比我们更早。那他们为什么一直没出现？因为他们不敢。他们不是不想出来，是不敢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天宫城差一点统一荒原，后来被灭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那座城曾经比现在的神城大10倍，可最后还是输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天宫城最后一个工匠木山。等等，你不是流民？算。那你怎么又是工匠？工匠不能当流民。很多年前，荒原有过一座城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部落，也没有现在的王庭，只有天宫城。那里有路，有桥，有水渠，有粮仓。冬天
天不会冻死人，夏天不会渴死人，老人有人养，孩子有人教，受伤有人治。这不就是我们吗？所以我第一次进城的时候，以为自己死了，回到了天宫城。你这话怪吓人的，有点像鬼故事。鬼故事里有厕所吗？好像还真没有。后来呢？后来，他们太强了。强不是好事吗？对天宫城来说不是，因为他们让太多人活下来了。当越来越多人逃进天宫城，部落没人了，王庭没人了，祭司没人信了，连兽神殿收祭品都收不到了。这不是挺好吗？对百姓来说是好事，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来说，不是。于是他们联合了王庭、祭司、贵族、大部落，所有人一起围攻天宫城。不会又抢炕吧？不是抢人！刚进城那批流民打起来了，2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打起来了。神城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你昨天说喜欢我，我说的是感谢你。感谢不就是喜欢吗？那你昨天给我肉汤，那是因为你饿晕了。你果然喜欢我。这逻辑怎么这么熟悉？我年轻时候也这么不要脸。管理3000人最大的敌人，可能不是王庭，是这些家伙的脑回路。吵完了吗？很好，既然这么有精神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3个去挖排水沟。为什么？因为闲，闲人才有时间闹事。这处理方式太深沉了。我怀疑你最近把我当病人养。因为你确实不像正常人，你建完城还给自己找更多事儿。没办法，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。如果以后来的人越来越多呢？10万、20万，你都管吗？能管多少就管多少。真的在这里！天宫一脉还没断。
仓塌了，粮仓着火了，还是巴图又带人来了？比巴图还吓人。那确实挺严重。什么情况？他们昨晚到的，天亮才敲门，说要见屋主。天宫第3支脉，木河，拜见少主。又来！上次月历叫屋主，这次直接少主了，下次是不是该叫兽神了？你认错人了？不可能，天宫之眼不会错。木山前辈传讯的时候，我们还不信，可看到神城以后，我们信了。除了天宫之眼，没人能做到这些。还活着，山树，真的是你。别哭，哭得跟巴图亏钱似的。为什么又是我？这些年，天宫后人一直在躲，有的藏在矿山，有的藏在岩沼，有的甚至改名换姓，因为王庭和神殿从来没停止过追杀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追？因为他们怕。怕什么？怕第2个天宫城出现。王庭最怕的不是武器，不是城墙，而是有人告诉普通人，原来不当奴隶也能活。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？统领，出事了！说吧，这次谁抢谁了？学堂那边，朵朵把先生问哭了。陆宁哭了？不是，新来的老先生。发生什么了？朵朵问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先生，如果兽神真的爱大家，为什么会让大家挨饿呀？我问错了吗？你在笑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想起高兴的事情。我信你才怪。这孩子以后绝对是个人才。少主，其实我今天来，不只是认祖归宗，
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有人知道神城的位置了，而且不是王庭。是谁？当年毁掉天宫城的人。还活着？这都多少年了，乌龟都该老死了吧？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一个组织。组织。继续说。当年天宫城最强的时候，人口超过10万。10万，那得吃多少饭？重点是饭吗？当然是。我现在一想到10万人同时吃饭，头皮都发麻。你是怕他们把你的饭吃了吧？天宫城最强的时候，修建了横跨荒原的水渠，建立了学堂，建立了医馆，建立了工坊，甚至开始教普通人识字。后来有些人怕了，因为他们发现，当所有人都能吃饱识字，他们就没办法继续高高在上了。无论什么时代，知识和秩序永远比刀更危险。又出啥事儿了？班长又是啥？我也不知道，许叔叔说的，反正听起来很厉害。这也行。哼，班长。上课啦！迟到的人罚抄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班长，班长最大。这孩子学得还挺快。没事吧？你是谁呀？我叫青石，刚到神城。那你会写字吗？不会。那你以后得叫我先生。哦，没听错吧？这丫头越来越像许言了。赚是能赚，
就是效率不高。正常，第一次做，能转起来就算成功。屋主，怎么了？我在北边发现一件事，有人在故意散播消息，说神城是邪者，说学堂会蛊惑孩子，说火炕会受神诅咒。哪个傻子编的？而且很多流民信了。终于来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敌人，不是刀，不是受潮，而是愚昧，而是那些害怕改变的人。还有一件事，什么？散播消息的人正在往神城来。多少人？祭司。累吗？习惯了，祭司都这样，低头容易看见百姓。你这嘴是真毒啊！老师，这里真是流民城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卖力？因为干活有工分。工分是什么？你连工分都不知道？乡下来的吧？桑城。他们为什么不抢？排队就能领，为什么要抢？人之所以为人，不是因为牙齿锋利，而是因为会思考、会合作、会创造。先生，我有问题。如果祭司说受神赐予一切，那火炕是谁发明的？许城主。那学堂呢？许城主。那为什么大家感谢兽神比感谢许叔叔还多？屋主来了来了！谁来了？祭司。哦。他们可是来砸场子的。那就让他们砸。万一他们真把人忽悠走怎么办？
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冬天冻不死人是兽神保佑，你信吗？我信火炕。如果有人说吃饱饭是兽神赐的呢？我信粮仓。如果有人说生病能好是兽神治的呢？我信陆宁。这不就够了吗？你就是许燕。是我。听说你在这里传播异端。啥叫异端？意思是他没抢到生意。懂了。祭司大人，你觉得什么是异端？违背兽神意志。那请问，兽神让孩子挨饿吗？当然不是。兽神让老人冻死吗？不是。兽神让人生病没人治吗？不是。那我做这些事，为什么算异端？祭司爷爷，如果兽神真的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他自己不来上课呀？有时候，改变世界最厉害的武器，不是刀，不是弩，而是一个敢问问题的孩子。这东西居然这么暖和！祭司大人，别客气，凉了不好吃。哼，老夫不重口腹之欲。有骨气，肚子都在反抗你。老师，怎么样？
肉放多了。对对对，下次让厨子少放点。为什么还要写字？因为你笨。我哪里笨了？这个字念什么？肉。那是人。这个呢？肉。那是火。你以后还是负责打猎吧。最新统计出来了，昨天新增237人，今天早上又来了80多个。粮食还能撑多久？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，大概1个半月。比预计还快。啥成功了？水车终于能用了。自己往高处跑了。不是水自己跑，是许燕逼他跑。李斯来了！老师，这是神迹吗？屋主，怎么了？北方又出现一支流民队伍，多少人？大概3000。3000。而且不是普通流民，他们是整整一个部族。住房不够，粮食不够，
我抗也不够。我也不够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说，带队的人是个女人。而且她说，她认识你。就是她，她带着整个部族过来的。叫什么？林婉，她自己说的。这名字不像兽人名字。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操！认识。开议事厅。你认识？认识，但你不认识我。你们能先出去吗？不行，万一你是骗子呢？你是熊离吧？你认识我？神城第一饭桶。说正事。我爷爷留下来的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遇见一个叫许燕的人，就把这个交给他。这东西你哪儿来的？天宫城遗址。能听见吗？听不见。那你还趴着？气氛到了。偷听很好玩。没有，我们是在巡逻。这孩子跟许燕学坏了。你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哦，我爷爷临死前说，如果看见神城，一定要来，因为那里有天宫真正的继承人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当年天宫城留下的预言里提到过一个名字，许燕。这是天宫手札，还在，居然还在！山叔，这是什么？当年天宫城留下的记录，很多都毁了，这是最后一批。很值钱。废话，你祖宗坟头没了，突然发现族谱还在，你激动不？
爷爷说，当年天宫城毁灭前，有一群工匠逃了出来，他们带着最后的火种，分散到荒原各地，等待预言中的人出现。等等，怎么越来越像说书先生了？确实，下一句是不是要说天命之子？差不多。我说中了。这不对，这里少了一页。什么？最重要的一页少了。关于天宫之眼的记录没了。出去看看。他们又干啥了？他们在教大人认字。这是人，这是火，这是山。朵朵老师，这个字怎么老写歪？哼，因为你笨。你已经是今天第3个被骂笨的人了。人火山。预言继承那个林婉，怎么了？离他远点儿。为什么？直觉。怎么样？比爷爷说的还好。那不是好事吗？干啥？熊统领，听说你招人。我招啥人？你就别装了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我想跟你混。能自己选，真的假的？安静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挤，再挤取消资格。娘嘞，这比打仗还恐怖啊！从今天开始，神城正式划分职业：农田队、工坊队、建筑队、巡逻队、医馆、学堂、商队，自由选择。我去工坊，我要当老师。
你会认字吗？不会。那你当个屁老师？好像也对。我申请商队主管，理由：我会赚钱，我会砍价，我会骗人。不是，最后那个划掉。我要攻防，整个攻防归我。批准。体验。医馆，我缺人，缺很多人。以前没人管我们，现在我们想学救人。好。我要当先生。我也要。完了，神城教育要毁了。先把自认全，再做梦。我认识很多字了。公分怎么写？熊统领，不是，你们为什么都来我这儿？因为你厉害。这理由倒也合理。而且能吃，跟他走准没错。这也算理由？能吃不是战斗能力。跟着你肯定饿不着。什么病？不知道。最开始只是发热，后来开始咳血，最后死了。在荒原，受潮可怕，饥荒可怕，但最可怕的永远是疫病，因为看不见、摸不着，而且传得飞快。有多少人感染？至少200，已经死了30多个。坏了，
要进神城，会死人。那怎么办？通知全城，立刻执行1级防疫令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外来人员隔离7天。所有饮用水必须烧开。所有厕所统一处理，禁止随地排泄。发现发热者立即上报。屋主，什么叫隔离？简单，单独关起来。这么狠，比死人强。什么叫喝开水？水还要烧？那不是浪费柴火吗？还要修厕所？为什么不能随地拉？我都拉几10年了。隔离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坐牢？这些都要贴，还要解释清楚。怎么全归我了？啥意思啊？还真得我亲自来。意思就是最高军令，别到处拉。以前都这么干，这话没毛病。以前还吃不饱呢。这反驳绝了，好像确实有点道理。来。是不是发热了？我刚才是不是咳了一下？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先喝点热水暖暖身子。陆宁大夫，我今天打喷嚏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昨晚咳嗽了一下，是不是疫病？我家男人放屁比平时响，是不是感染了？洗手了吗？喝开水了吗？怎么还有第二问？你刚才是不是没洗手就吃肉？没有，我确实没洗。罚你重新洗。目前还没有发现感染者，但不能放松。出事了！说，
隔离区发现发热病人。几个？3个。而且是同一支流民队伍。这是疫病第一次进入神城，真正的考验来了。等等，好像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他们不像疫病，就像中毒。不是病，是毒。开始了，让它慢慢乱吧。不是疫病，是投毒！谁干的？哪个王八蛋？抓出来打死！都给我稳住！这已经不是偷粮食了，这是想害死人。查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有个共同点。什么共同点？中毒的人都喝过同一个水点的水。蓄水池。东区第3蓄水池。走。找到了，什么东西？枯骨草。
会发热，大量会死人。真的是投毒。东区第3蓄水池最近接触过的人全部登记，一个都别漏。终于轮到我干老本行了。抓人是吧？这个我熟。抓错一个，下个月工分减半。我突然觉得查案要严谨一点。山石人。阿格，昨天你是不是看见奇怪的人了？什么人？就是那个鬼鬼祟祟的人。那个黑袍子。对。后来呢？我以为他在找厕所。他说绕了半天没找到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往东区去了。徐叔叔，我们知道了。知道啥？坏人！我们看见坏人了！坏人？黑袍人？什么时候？前天下午，东区。他说找厕所。所以，他真是在找厕所？不，是在确认路线。而且是外来人，神城的人不会迷路。最近3天进入神城的流民里，有一个人不见了。没有工作登记，没有住房登记，甚至没人知道他住哪儿，就像凭空消失一样。只有一个名字。叫什么？乌木。你们查
水点那边，你们守屋顶口。站住！山也见过，天宫城遗迹里到处都是。天宫城遗迹里到处人都是。怎么可能？你认识？认得。这是兽神会。毁了天宫城！兽神殿在明面，兽神会在暗处。如果说祭司是传教的人，那兽神会就是杀人的人。当年天宫城最辉煌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不信祭司了，他们相信粮仓，相信学堂，相信功法，相信自己的双手。于是兽神会出现了。他们做了什么？造谣、投毒、刺杀、煽动暴乱，制造恐慌。只要能毁掉天宫城，他们什么都做。我懂了，他们就是坏人。虽然总结得很粗暴，
这就是为什么兽神会要投毒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害怕神城变成第二个天宫城，害怕越来越多人相信秩序，而不是相信神明。又怎么了？果然又出事了。出事了！又来了，你们能不能换句台词？有人在广场散布谣言，说火烫会招来灾难，说神城得罪了兽神，再待下去所有人都会死。你们没发现吗？神城刚发展起来，疫病就来了。这是兽神发怒，继续留在这里，所有人都会死。胡说！哪来的小孩？疫病是假的，是坏人投毒。你有什么证据？看见没有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有。这是苦谷草，不是疫病，是毒。我也有证据。这是投毒者留下的痕迹，和当年兽神会一模一样。兽神会。我还有证据。最近所有中毒者都喝过同一个蓄水池的水，不是神法，而且时间完全一致。证据就是这家伙跑得特别快，看见我就跑。
找到你了。说吧，就这。不知道。行。就这。就完了？你不问了？你不说，我问什么？先洗手，再吃饭。阿果不许偷懒。阿果不许偷懒。他们想毁掉的，从来不是我。是这里。那就别让他们得逞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神城和兽神会真正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。连续半个月，每天出不完的事情。粮食、住房、学堂、医馆、工坊、流民、矛盾、纠纷、纠纷。
还行。我刚刚差点准备开席了。闭嘴！外面怎么样了？你都病了，能不能先关心自己？习惯了。喝。我觉得我好了。喝。其实我现在精神很好。喝。喝。原来屋主也怕喝药。你也喝。发现一件事，神城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必须靠他撑着的小部落了。你来干啥？又来了。我是商队负责人，有资格。我还是神城第一帅呢。从今天开始，
要宣布一件事。神城建立议会。什么是议会？简单，以前神城所有事我决定，以后大家一起决定。还能这样？有道理。他忽然觉得议会成立第一件事，可能就是禁止这2个货发言。以后神城分为6个席位，攻访席、医馆席、农业席、巡逻席、商贸席、民政席、这不是开玩笑。这是权力，真正的权力。神城第一次不再是一个人管理，而是一套制度。怎么了？当年天宫城走到这一步，用了70年，你们用了不到1年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因为他们终于明白，自己正在参与的到底是什么。
21人。许叔叔说，会的。而此刻，距离神城数百里之外，失败了。神城识破了毒药。废物！看来我们小看他了。主上，那东西还没准备好。天宫的火种已经重新燃起，再不动手，死的就是我们。